脚印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加满人特别多？这一路走来，马蹄印都多了不少。果然马蹄印变多了。糟了，会不会是胡库人在追击加满人？这些足迹是向东侧去的，咱们应该向东快追啊！连续下了几日大雪，就算有脚印，也应该早被盖住了。突然有这么多脚印，大概是有埋伏吧。方大人，机不可失啊，咱们还是应该快些追啊！宋大哥，你昨日夜里去了哪儿？谁派你来的？你的主谋是谁？大哥，怎么办？他把我们引过来，一定是因为胡库人就在附近。这附近只有皮罗山能够隐藏大批人踪。那就沿着马蹄印走。他让我们向东走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往东走。这样吧，你跟我一起，我们包抄过去查探看看。是。王，自从那边的人传来消息，说带着方海师往这个方向来了之后，就失去了联系，我们也没有寻到他的踪迹。难道他识破了这里的陷阱？也罢，咱们先按原计划行事。此一，你为先锋，若遇到方海市，就给我杀了那个狼崽子；若是遇不上他，也别管这个小卒。尽管避开大征前哨官兵，直抵黄泉营。我们的目标是一举拿下黄泉关。此战若胜，汉州就是我胡窟总部的了。好像是胡库主力，行军的方向是黄泉营，他们要搞奇袭。不行，你回去通知汤将军，我去麒麟营看能不能搬来救兵。好。胡库大军来了！胡库大军来了！快备战！是无药和萧武，快开城门！是。果不出所料，前日线报称胡库左部主力还在水井屯，今日已偷偷向黄泉关挺进了。想靠奇袭占便宜。傅大人，在，立刻传消息给麒麟营前来救援。是，谭将军，方大人已经前往麒麟营了。什么？方大人对地形不熟，避免出现意外，再传。是。探子营立即出发，沿黄泉关至毗罗山沿路查探，半个时辰一送消息，不可懈怠。是。张大人，立即调派所有兵将部署行动，严阵以待。是。西平岗刺史陈赫然参见青海公。现在情形如何？敌方战船尚未攻击，但已在攻击范围之内。敌我状况？敌方战船与西平岗相隔不过110海里，若乘风疾驰，不消半个时辰，便可攻打西平岗。目前探知，大敌船有30艘，不知有否后应。西平岗军备，大战船仅有8艘，小船15艘，驻军1万有余，加上流伤军不过2万人，可能这场仗要僵持很久。青海公疾驰数百里，想必劳累已极，不如先下榻歇息。把所有军事部署
还有人事的分配，所有卷宗送到我房中。还有，政府将领有何特长，一并告知。是。青海公，这是副将修风，为人仔细，对西平港也熟悉。作战之日，便跟随青海公左右侍奉。卑职带路，青海公，请随卑职来。汤将军，虎库大军已然逼近，何时下令放箭？人群中有很多加满人，贸然放箭，恐怕会伤到他们。眼下形势十分凶险，倘若皇城关失守，便可危及到大征啊！准备放箭，尽量别伤到加满人。是，准备放箭，准备放箭。守不住也得守。西林营那边可有消息？侦察线被截，消息传不进来。
传令下去，能出战的全部集结，随本将军出战。官在人在，官毁人亡。是。保护加满人。果然好眼力，你射杀的可是个王啊！所以胡库人才会举起黑旗。我听说胡库人死后从不下葬，只是各部藩王战死沙场之后，才会将尸首送回去，包裹上黄金下葬。这佐普敦王啊，生性好斗，袭击黄泉营那3000兵马也是他的部下。现在他死了，所以他们才撤退的。那是卓英吗？除去发色，那面容与身形，我与卓英从小一起长大，绝不会认错。汤将军，快免礼。此战你功不可没呀！先是断出胡库阴谋，寻人通信，再借到麒麟营的救兵，还射杀了佐普敦王，当机立断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！汤将军过奖了。此番若不是黄泉营与麒麟营合力抗敌，也没有那么容易击败胡库大军。方大人过谦了。汤将军，末将认为宋典所为并非一己私仇，
黄泉营内可能还有其他细作深藏。只可惜这宋典已死，他的头领是谁，无从查知。我们还得多加小心，暗中查探，消息不可外露。是。此次胡库左部老王已死，这新左仆敦王是老王的一亩地，听探子说原本就不亲睦，因此才下令撤退的。但不知他们何时还会再举进攻，我们还当小心防范才是。汤将军，末将还有一事。何事？那些加满的难民。汤某知道方大人也是恻隐之心，但汉州今冬不比往年，大雪饥寒，黄泉关内外都比往年贫瘠。黄泉关是大征北边最重要的关口，这些难民入关，只会消耗咱们的粮草和药物。方大人，善念可取，但恐怕会影响军备。那些难民，我们可否收留他们，在营中做帮手？这些加满人自由惯了，多年来做两脚羊也不知道反抗，哪有那么容易凝聚起来？况且如今大雪封路，粮草运输不容易，西南海防又被雷州各部的军队骚扰。此次陛下派青海公率刘商军出征西平港，想必战事吃紧，朝廷当时应接不暇呀，也不便为了这些难民去叨扰朝廷。您刚刚说师父带着刘商军去了西平港。是啊，刘商军快刀血刃，一度让九州震撼的刘商军，天下人有多久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了？大征的海岸线绵长，雷州诸部又擅长水战，师父此番怕是要费些心思了。必须要让所有战船列好阵型。还有，这里，青海公，黄泉关密函。你们几位先回去歇息。是。黄泉关一战，黄泉营与麒麟营夹击，方参军射杀胡库左仆敦王，胡库左部暂时撤出边关，右部暂无动静，一切安好。立刻把消息传出去，密切留意胡库左右两部行动，右部尤甚，死守黄泉关，令保海事周全。是。这扳指贵重，带到战场上，唯恐碎了，还是还给师父吧。师父若是不想下棋的话，不如跟海狮赌一赌。师父您猜猜，我哪只手拿的是黑子？如果师父猜错的话，就算是我赢了。我赢了的话，师父要答应我一件事，无论以后海狮做错任何事情，您可以骂我罚我，但是不能不理我了，好吗，师父？又什么？我赢了，说好了，师父以后不能不理我了。师父这么多年对海狮的教导，海狮一直都记在心里，也非常感谢师父对我的教导，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。我之前弄坏了师父的玉佩，所以给师父做了这个。过几日考弓马骑射，这些你一向做得很好，争口气。知道了，师父。谢谢师父。
师傅没有和据点一成亲吗？还是师傅一如既往以国事为重，匆匆成亲便赶赴西平港了？西平港的战事如何？同黄泉关一样紧迫吗？方大人，张大人，黄泉关的景色不如天启城，大半年的时间几乎是枯草残雪，想必让方大人失望了。哪里？说起风土人情，倒是黄泉关扎实些。那些加满的难民呢？方大人不用担心那些加满人，那些加满人已经习惯了居无定所的生活，想必他们也是不会入关的。所以从昨日刚刚入夜，便去了红药园。经过红药园，就是他们的聚集地，那里有蓝姿城。蓝姿城？糟了，今日刚刚传来线报，虎库右部曾在红药园出现过。方大人，汤将军，方大人果然机敏，刚刚得到虎库右部的消息，你便赶来了。虎库右部可曾靠向红药园？西座传来了最新消息，虎库右部占领了加满人在红药园上的聚集地蓝姿城。看样子，暂时是没有攻打黄泉关的行动。但若虎库右部休养一阵子，抓够了两脚羊，便未可知啊。左部跟右部可是会联合？虎库人天性好战，虽说左右两部都属虎库，且彼此之间有血亲关系，但两部素来不和，各谋其政，联合作战的可能性极低。只是虎库右部有了蓝姿城作为补给，对于黄泉关而言，倒是个不小的隐患。先前那些加满的难民并不知道蓝姿城已经被占了，正在赶往那边去。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。汤将军，请准许末将前去救他们。不可。那些加满人若是被胡库人抓了，最终矛头还是会指向黄泉关。咱们就算不收留他们，也不能让他们被胡库人抓了去。请汤将军准许末将带上一队兵马，赶在加满人到达红药园之前告知他们，蓝姿城已经被占了，请他们改变行进路线。汤将军，也罢，快去快回。谢汤将军。西平港海域附近向来风平浪静，海流平缓。今年的海流反了向，所以这些雷州敌军才会借着洋流顺势东进。船舰的行进速度比往常快了几成，舰速也更为猛烈，难以抵挡。这里可是月亮湾？是，此处便是月亮湾，在西平港外10几海里。因为呈弯月形，不受季风影响，又与西平港主港口分开，所以时常有人为了躲避海浪风暴，将船停靠在此处。可曾将此处停船清空？备战之前曾下令清空月亮湾中的停船。青海公是想诱敌深入，这场仗必须速战速决。传令下去，假装失利，引他们进月亮湾，然后用火攻，逼他们弃船登岸。他们擅长水战，上了岸就如鱼离开了水。只怕那些敌人未必会如此上当。不肯上岸，是因为诱饵不够大。把消息传出去，说本宫在海岸近处月亮湾里查探军情。是。方大人，那里啊，便是红药园了。得名是由红药地基而来的。红药地基是。红药本是宗室女，亦是举兵叛乱之夷王楚凤仪的异母姐。早年啊，和亲胡库，到了32岁，已辗转嫁过3名藩王，颇有权势。当年夷王之乱时，红药地基曾遣军援持夷王，陛下和青海公率军深入胡库境内。鏖战4日5夜，歼敌5万余，胡库军大折。红药地基则被踏死于乱军之中。他的墨子也在战场上失踪了，怕是凶多吉少。此战过后，这20里的原野上
血泥血肉，红黑杂错。次年正逢异常暖和的天气，这红药园上竟然稀稀拉拉的生出了勃勃春草，生出不实啊！这老人啊，管它叫做腐尸草。每逢清明，这红药园上都是设计的妇人和孩子们。我也听说过当年的惨状，眼下，咱们还是尽快找到那些加满人吧。是。驾。这。那个就是射杀了左王的人，不是吧？哎呦，这看着瘦瘦小小的，那看不惯呀。就是啊，哎，你看，还被铁链子锁着，不厉害，努尔丹将军是不会这么做的。是，跟上，看不出来，走。王，此人剑术超群，一个人干掉了我们8个人。他杀的左王，应该不是误传。有胆识，有眼光，不但接住了本王的匕首，还借势着金刚炼成的匕首割断了铁链。你可知道？ 在胡库，本王的暗器是没人接得住的。不过如此。归顺本王吧。本王可以给你黄金，给你草原上最美丽的女人，让你攻城略地，成为这草原叱咤的雄鹰。方某从军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更何况你说的这些。 你自是视死如归，但是你手下的将士和甲满人未必不怕死。来人，把他们拉下去。等等，有意思，一个大征人，居然知道咱们草原的规矩。小个子，
你可知道要挑战本王是要有彩头的？我若输了，我便归顺幼王；幼王若输了，便放了我跟我的兄弟们。好。幼王是想用武器呢，还是赤手空拳？本王看你身形孱弱，便准你用匕首。本王赤手空拳。王，此人狡诈，切不可。你若是输了，便归顺本王；若是你侥幸赢了，你走，或者战俘走，只能2选其一。若是你委实决断不了，那便改日再说。慢着，若我赢了，王便放了我的兄弟和家满人。将军来！果然是我看中的雄鹰。该兑现你的承诺了。我会放这些战俘和家满人离开兰兹城，但不是现在。什么意思？比试之时并未说即刻放人，为避免造成营中混乱，这些战俘和家满人必须分批放行。你若是不怕他们死，就再反抗试试。你言而无信。好刀还是要用好钢炼。把他给我押入囚牢，记住，单独关押。是。叶里良，王派招摇。启禀齐海公，敌人果然中计，船只被烧，纷纷弃船登岸。公爷，马匹已经备好，走。还有一事，黄泉营传来战报，小公子被胡库诱捕生擒了。什么？公爷，青海公，我欠人一条命，势必要还。您是个英雄，
趁乱出手，实属无奈，请不要怪我。公爷，青海公，外面情形如何？正如青海公所料，敌人上岸之后，战力损失很大，我军趁机围上，几乎全歼。现有些尚未进入月亮湾的敌船想要逃走，正在拦截。我方人员如何？回禀青海公，因早先设置了机关陷阱，我方损失极小。青海公，您的伤势不轻，还是要多加歇歇啊。卑职并不知修风隐藏着狼子野心，定将他所有急速调查。青海公，不可妄动，小心伤势啊！青海公，现有2路敌船，一路向此处，一路向此处，2路敌船皆向深海逃匿。一路及此，2路追击，3路拦腰截断，日出之前把剩下的所有敌军歼灭。是，卑职立即下令。海市，你要撑住。方海市被胡库诱捕生擒了。好，这样很好。居点一应该知道，建明继承了爵位，所以你我的旧事被重提。今日来此，我只想把事情说清楚。自慈亲去后，我曾立誓，不藏私，不成家，以身奉国，立功自效。我们父母那一辈虽有了签约，但你我之间本无约定。希望你不要再自误了。好一个不要为你自误，我却自误了许多年。此战已胜，你且收减战场，整顿西平港，详实写下战报，送回天启城给陛下，千万不可拖延。还有，我受伤之时不可外传，以免影响军心。是。黄泉关路途遥远，青海公伤势未愈，便长途奔波，卑职担心。不需担心，来日再见。恭送青海公。撤！这个牢房只有一个出入的门，你们都给我记好了啊！只要看到方海市出来，直接射杀。那可是王耀收服的人，你不怕？一个大征人，非我族类，纵然被王征服，只怕会是囊中锥，早晚有一天会刺破口袋，扎上我胡库人自己的手。杀了他，
自然会向王交代。吃饭了。我要水。那不有喝的水吗？我要洗漱。还洗漱？你一个战俘，有你吃有你喝就不错了，还想洗漱？我不洗漱就没办法吃东西，不吃东西我就饿死了。到时候，你怎么跟你们王交代？等着。哎，穷将军！起火了！起火了！快打水呀！起火了！此人脚下多端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在外面等着，快来人！只要方海市一出来，直接射杀。起火了！王，怎么回事？为何会起火？我去送饭，那个方海市越狱，把我们都打晕了，不小心把火盆碰到了，所以就起火了。那方海市人呢？逃走了，也可能还在里面。那还不快救人！是。怎么不见人啊？阿尔泰怎么被烧死了？方海市，别跑！保护我！班长，这方海市纵火越狱，不可轻饶。这弓箭手准备的真是齐全呀！要不是听到你们王的声音，我都根本不敢出来。罗尔丹，这一大早的，你带这么多弓箭手过来干什么？我是担心他越狱，所以带他们过来看看。没想到，正好碰上了。那你还真是未卜先知啊！不如你再算算，是谁今日在我的饭里下毒？又是谁故意将那牢房的锁头弄松，挑唆我逃狱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剑阵也是为我准备的吧？你是想将我射成刺猬吗？鲁尔丹，你好威风啊！若非我将计就计，要了盆水打湿了兽皮，又将火盆踢翻，我也就死在里面了。到时候死无对证，这个中的曲折又找谁去说？你血口泼人！你的意思是我冤枉你？好啊，这个饼是你送来的吧？不如你帮我吃下去啊！王，鲁尔丹下神明起誓，我对您忠心不二。但此人心性歹毒，行事狡诈，不得养虎为患。还不快救火！
是。你可有受伤？启禀王，左王夺罗带了一批人来到了南城门，要求王交出方海市。罗尔丹，你留在这里灭火。你多派人手，将方海市带回府中关押，等候本王命令。你火速纠集人手，随本王去南城门。是。走。额尔济安可，别来无恙啊！罗洛，你初登左王之位，便率兵前来，怕不单单是为了问候本王的吧？安可既然知道夺洛来意，还请交出左部仇人，给本王和本王身后的兄弟们一个交代。左部的仇人应该去黄泉关去找，为何来我右部要人？杀害左部老王的凶手方海市，在红药园一战被你右部擒获，你还与他比武，让他巧胜，现在已经传遍了右部。安可既然不愿意杀方海市，为我左部老王报仇，那么夺洛只有亲自前来要人。方海市，没见过，长什么样子？待本王方便之时，可陪你去黄泉关要人。安可是不准备交人了？罗洛，本王固守兰兹城，岂会怕你这区区100余人马？右部刚入兰兹，根基未稳，你真的这么有自信能挡得住我们？不怕我安置后手吗？王，您惜才，可眼下右部确实在此处立足未稳，为了一个战俘与左部开战，互相残杀，实非胡库之福啊！安可，交出方海市，我夺洛马上离开兰兹城。你的。王，新的线报。那个战俘是女人。罗洛，你我叔侄一场，何必剑拔弩张？你不是想见那个与本王比武的人吗？本王这就叫人把他给你叫过来。王命你即刻换上女装，去南城门。这就是你们新想出来侮辱我的法子？让你穿你就穿，哪儿那么多话呢？王说你尽管拖延，拖延1刻，杀俘10人。你敢？3刻未到南城门，所有战俘全部处死。安可，太阳都快到头顶了，你是在等人还是在调兵啊？漂亮，比昨日漂亮。你要将我送给他？怎么可能？你和那些战俘都是本王的人，本王只是让他们看看，以免有些人动了不该动的念头。我知道，
你生性并不驯服。但是你今日最好听本王的话，否则一旦战事开启，最先遭殃的就是那些战俘和家门人。来，随本王下去。安可，我们左部找的是杀害老王的仇人方海市。如果你以为找一个女人出来就能了事，恐怕会让你失望。本王说过，本王不认识什么方海市、袁海市的。但是，如若你要找的是与本王比武又巧胜本王的人，那么本王已经将他带到了你的面前。这是本王的新宠。来，提弟，让左王好好瞧瞧你。消息这么快就传到你那儿，我相信兰子城一定有你的人。你如若不信，可以把他叫出来，仔细辨认一下，这到底是不是那日与本王比试的人？我倒是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女子，让安可笑得跟朵花儿一样？老孟，你出来！看清楚，他是不是与幽王决斗的人？没看清楚。喂，站住！走路！王。王，秦氏鲁尔丹无礼，鲁尔丹确实在红药园俘获了方海市。什么？不过此人狡诈，今晨在囚牢里纵火，试图越狱逃走，也被我射杀在囚牢，葬身火海。鲁尔丹未能及时上报，让王和左王之间产生了误会。愿王看在鲁尔丹一片忠心，饶恕鲁尔丹。这回你满意了吧？提弟你也见过了，方海市也已经死了。你若是真的想复仇的话，便盯紧黄泉关吧。最好是方海市的尸体。倘若有一天让侄儿发现是假的，这兰子城的下场就和他一样。撤！我已经都知道了，你也不用再狡辩。等本王像拆开一件礼物一样把你一点一点的拆开的时候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
如果我愿意跟你承认我的身份，那你可否告诉我，你的消息是从何而来的？不用着急，等你成为了本王的正妃，本王的达瓦纳，你想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，本王都会为你找到答案。我对成为你的正妃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因为你是一个言而无信的懦夫，并且还输给了我。快走！走！走啊你！跟上！走！快走！我看英雄大概都在左部，你们右部都是一些只会撒谎的人，一边说着放人，一边又在抓人，说一套做一套。本王是答应你放人，但是并未说不抓其他家门人。那方某敢问右王，究竟何时放人？待你心甘情愿地嫁给本王，本王可以把他们都放了。送我回牢房。牢房就不用想了，随本王回城主府吧。本王要定你了，驾！快走，快走！跟上，快点！后面的跟上，快点！快，老实点儿，走快点！又被抓进来了，快看看有没有大哥。你们向这边，快走！这有2个，过来，去！你们2个去那边，快点！没事吧？都给我老实点！张大人，嘘，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？哎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大哥？我就是来想办法救你们大哥的。走，来。我有一份重要的情报，要你们带出去。要不，杀出去？不。或许今日右部都忙会分批放一些战俘出去，不如你们不许聚众说话，3个。提蒂阿达，这是王的赏赐。这些东西拿回去吧，我不要。下去吧。是。怎么，一样都不喜欢？要让我高兴，不用搞这些花架子，送我回牢房便是。你是本王的女人，谁敢送你去牢房？你说的快活日子我不想过，我知道我困在这儿逃不出去。但你若是逼我就范，我就杀了我自己。别！你原本家人，何苦气性这么大？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本王，本王应你便是了。你想让我乖乖听话，那你便把答应我的都兑现了。没问题，本王即刻叫人释放5名，10名战俘。剩下的那些人要吃饱饭，生病的要有人看管。没问题，本王答应你。那我也会答应你，这段时间我不会自枪，我也不会逃走，但是我要求在兰兹城内，我可以自由走动。怎么？你怕我跟你一样，说话不算数吗？你放心，在那些战俘被全部释放之前，我是不会逃走的。你堂堂胡库右部敦王，连困住我的信心都没有吗？本王应你，还有什么要求一并说出来。先前那些食物我吃不完，也怕浪费，不如你同我一起去一趟牢房，将这些食物送给那些战俘。正好，我也要看看，你是不是释放了足够的人数。如此甚好。别说去牢房，便是去大征的京都，本王也陪你去的。王，把食物给他们发下去，这是提蒂阿达赏你们的。鄂尔齐可真有眼福，这个什么提什么地啊，还真漂亮。
本王今日要释放10名战俘，挑最孱弱的。大雪积年，免得浪费牢里的粮食。遵命。遵命。这下你可满意了？他们几个人一直在咳嗽，怕不是得了什么怪病。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将那2个人也一并放了吧，别传染给其他人。将这2个人也放了，省得传染其他人。是。你这人怎么走路不看路啊？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你们只需将暗号传递，自有人混进牢房守卫，替方大人传递更多的消息出去。你这人是不是得病了？什么晦气！就。公爷，这匹马快不行了，附近有没有驿站？赶快换吧。回禀公爷，前方20里有安卫营的铺子，手下半个时辰之前已经发出消息，命令驿站的人准备几匹快马送过来，就快到了。好，公爷，您的伤无妨。公爷，这一路来已经累坏了好几匹马了，您又有伤，不能再日夜兼程了，当心伤口崩裂。先赶往黄泉营，其余再说。公爷，方海市的身份已被识破，现困在右仆敦王占领的城主府，恐已为他取纳。备马。是。